朋友们好，今天是1月5号，星期三，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晋远。西安封城呢，在今天是进入第13天了，当地的官方呢，也在今天是正式的宣布，由于今天新增的35个病例呢，都是在封控区隔离点，那么社会面是基本实现了清零了。达到了解除条件的社区呢，经过评估之后，就可以逐步有序的解封了。这个当然它就可以说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了，对吧？因为西安首创了这种可以定时定点想清零就清零的城市面清零以及异地隔离处置的这种抗疫的模式，所以呢，它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成为整个国际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了。那么与此同时呢，在此起彼伏的那些求救声、求助声，还有叫苦声、怒骂声，以及一直都没有缺少过的赞美声等等各种声音混杂一片的时候呢，一个弱女子的声音，同样也是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出现在各大媒体的头条。她就是被称为武汉出芳芳，西安见江雪的独立记者江雪。此外呢，还有一条和疫情密切相关的重要消息呢，就是美国昨天的报告显示说全美在周一这一天，就是24个小时之内，新增了108万例的这个确诊。这个数据呢，它把7天平均新感染人数的这个数据是瞬间推高到了48万，几乎呢，它就是去年冬天病例激增高峰期的那个峰值的2倍。刷新了全球在单日确诊的这么一个最高纪录，堪称是一波海啸式的感染了。那么非常有意思的是呢，有个别的朋友也在给我的节目留言中就提到了美国这一波新的感染的高峰，说你这个做节目就不公平嘛，中国每天的感染才只不过是100多例，你美国现在都是100多万了。这个差距完全可以说是10万8千里嘛？为什么你不去批评美国你却反过头来批评中国呢？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刚才我们提到的这3件事嘛，就是西安首创的清零的新模式，还有堪称是西安版的芳芳的那个江雪，以及美国这次创纪录的感染高峰。他们都和疫情是密切相关的，而且互相之间还存在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在的联系。为什么我们很少谈美国的防疫，而更多的都是在批评中共这种一刀切式的野蛮清零政策呢？原因呢，就和这个重要的内在联系它是有关系的，而且严格的说，这个与我们每个人都是密切相关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我们先从西安的这个芳芳江雪这个人来说起。就在昨天呢，一篇题为《长安10日，我的封城10日志》这么一篇文章，在大陆的网络是获得了一个广泛的转发。这篇文章的文笔呢，非常的流畅犀利、客观冷静。它是记录了作者在西安经历的封城10天的这么一个生活，它也描摹了自己身边的众生百态，以及对西安模式的一些独立的思考。这篇文章的作者呢，名字叫做江雪，就是和柳宗元那首脍炙人口的5言绝句《江雪》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名字。那么这个江雪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早年呢是华商报的首席记者，专注于民生与法治的报道，曾经获得中共 CCTV 的全国8大风云记者的称号了。在2014年的时候呢，这个江雪他是一度的有入职到财新传媒，但是呢，据说是为了追求更自由的表达，他不久就离开财新，并且创立了一个自媒体叫做雪纺。那么现在呢，他算是一个独立的媒体人。在江雪的这一篇7000多字的文章当中呢，绝大部分的内容它都是在客观的记录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他的所见所闻。其中他谈到了买菜的如何难，也谈到了如何这些居民之间是以物易物，他甚至还谈到了他是如何去向政府去提出了一份倡议书、建议书来解决这个买菜等等这些问题，可以说是比较琐碎，但是却非常的真实。要说有什么比较敏感的地方呢，就是文章在结尾处呢有这么一段话是这么说的，说西安只能胜利，这是正确的大话套话，也是空话。
与之类似的还有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这句话是不错，但具体到每一个普通人，我们可能都要想一想，在这里我们是我们，还是要必须被付出的代价。然后呢，这个江雪他还写到说，不管官方最后将是如何从宏大叙事的角度去讲述这场苦难，但是呢，他只想去关心那些被羞辱、被伤害、被忽略的人们。他们呢，原本是不需要经受这样的一个痛苦的。最后呢，他还以这么一句“病毒没有在这城市带走生命，但别的却真有可能”来作为结束。这段结尾呢，是江雪这篇西安封城日志真正最关键的内容所在，因为他所有的亲身经历和记录啊，以及包括他那个字数不多的这么一点思考，实际上呢，他是对西安这个社会面清零这种模式提出了一个巨大的质疑，就是苛政与猛虎，天灾与人祸，究竟哪个更可怕？这个问题，它就直接涉及到了今天西安正式的宣布社会面清零成功这个标志性的事件了。根据西安市今天举行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的说法呢，1月4号早上9点开始，西安在全市范围之内开展了新一轮的这个核酸检测。一共呢有发现是5例确诊，其中有2例是在封控区，有3例是在管控区，都是居家隔离的人员。另外呢，在那些集中的隔离点呢，有发现20名阳性的病例。那么按照官方的说法呢，是说由于这些病例啊，它都是在隔离管控的人员和封控管控区域内发现的，所以呢，在社会面它是已经基本成功的实现了清零了。这个就意味着社区之内呢，它已经没有传染源了，这个疫情蔓延的势头呢，得到了有效的遏制，而各个封闭的区域呢，此后只要经过评估，就可以逐步有序的解封，恢复正常生活了。那么这个模式呢，它其实已经被非常有才的网友们是总结了一句话，叫做掩耳盗铃。这个盗呢是来到的盗，这个铃呢就是清零的这个铃了，是这个掩耳盗铃，可以说是非常的生动传神的。因为像那些一人阳性全楼拉走的那一个高风险的人群呢，他们并没有消失，或者说是被治愈，他们只不过是被强制的转移到了周边城市的那些像什么廉租房啦、隔离屋啊，甚至很多还被塞进了看守所或者是那种寒风呼啸的地下隧道之中去进行集中隔离了。那么这么多的人啊，他们在转移的过程中那种高密度的聚集，是否会引发交叉的感染？他们在隔离点是否能吃饱？是否不受冻？等等。这些呢，它都绝不会在官媒报道以及西安这种官方成功的宏大叙事之中再出现了。因为西安官方啊，它现在已经通过微信发布了一份重要的通知，声称说从1月4号的0点开始，这个微信群里面不允许发各种疫情期间的小道消息或者是疫情的视频等等负面新闻，违者将被立即的就封群封口。那么这个人群它究竟有多大呢？根据官方自己的说法呀，截止到1月4号，西安全市正在集中隔离的人呢，它是有42000余人。也就是说呢，当局啊是把这4万多人从西安市精准的切割出来了，像驱赶低端人口，甚至是像倒垃圾一样，把他们扔到了西安周边的某个犄角旮旯里面去自生自灭了。就像江雪提到的那句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在这句话中啊，西安当局才是真正的成为了那个我们，而这批人呢，就是那个代价。哪怕是对侥幸还能保留在西安城中剩下的这1000多万人来说呢，他们也算不上是那个我们，他们的真实的地位只不过是下一波潜在的代价。因为我们都非常清楚啊，如果说在未来的某一天，西安再次大规模的爆发了疫情，
连异地隔离都不好使的时候，当局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把整个西安都视为一个代价给处理掉。就像当初这个武汉人，甚至是湖北人，是吧？无论逃到哪个地方啊，都会被全方位的追杀围剿是一样的。在我上一期节目的下面呢，就有好几位朋友都留言感叹说，这个场景啊，它就让人想起了当年纳粹对犹太人的社会性的清零。我得说实话呀，就是朋友们的留言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西安这个连夜强制转移数万人去进行关押的画面呢，它和当年纳粹制造那个著名的水晶之夜，它的内在逻辑其实是如出一辙的。这个逻辑呢，就是政府以安全的名义，可随时把一部分特定的社会人群在瞬间就剥夺掉你所有的人身权利，赶出家园，然后集中到某个特定的地方去关押，而且全过程不需要任何的司法程序。可能有人会说啊，你这不是胡乱的类比吗？那个纳粹关押犹太人呢，他是为了要进行屠杀，而中共关押这些密接人群呢，他是为了救人，是为了公共安全嘛？这怎么能够是一回事呢？其实啊，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我们都知道啊，水晶之夜呢，它是在1938年的11月9号到10号的凌晨，就是在德国和奥地利爆发的纳粹的冲锋队，还有像希特勒的青年团等等，他们针对犹太人发动的袭击事件。这个事件它是标志着纳粹对犹太人有组织的屠杀的开始。而其爆发的那个导火索，就是德国驻巴黎大使馆的官员叫做冯拉特的，他被一位犹太青年叫做格林斯潘刺杀的这么一个事件。也就是说呢，纳粹清除犹太人之初，他同样是以保卫德国民众安全的名义来进行的。所以大家看到了吗？这个问题的重点啊，它并不在于西安这一批密接者是否是遭到了屠杀，而是在于政府它突破了这个法治的最底线，它把大规模的人群随时转移到异地去进行关押，去进行秘密的处置，这种模式给公开的合法化了。这个就是最危险的。大家不要忘了，中共啊，他曾经以政治安全的名义，把数百万的知识分子都在一夜之间以右派的名义送进学习班或者劳改营，去实现了一次社会面的清零。他也曾经以国家建设需要的名义，把数百万的红卫兵全部都流放到了农村去当事实上的一个劳改犯。在1966年8月呀，北京的大兴和昌平，甚至是曾经对黑五类人员有实施了远比当年的纳粹更残暴的社会性的清零，也就是他们进行了灭门式的大屠杀。这个就是老一辈的人都知道的那个血流成河的红8月的由来。这个与我们今天看到西安清除这些密接人员，它相差多少呢？恐怕呀，它只是50步与100步的差距。只不过呢，纳粹与红卫兵呢，在当时它是以反动危险分子来划分的人群，而西安的今天呢，是用病毒密接分子来划分的人群而已。名词不同，但是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中共它今天可以以防疫的名义对你去进行社会性清零，明天他就可以以国家安全或者说是其他的什么名义再对你进行社会性的清零，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直接把你肉体消灭。你以为他们做不到或者说不敢做吗？他们早就做过多次了。他们在新疆的集中营已经可以关押100万级的维族人，他们几乎是清一色啊，都是被视为恐怖主义的密接者而遭到了社会性的清零的。只不过呢，这些人呢，他们是属于思想上的密接者，而西安这些人呢，是属于身体上的密接者，就这个区别而已。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啊，西安首创的这个所谓的社会面清零的模式呢，它只不过就是从土改啊、正反开始，对那些黑五类、右派以及文革中的反革命进行的清零，
再到对6·4的这些民主人士，包括对法轮功信仰团体，以及对这个新疆维族人去清零，这么一路沿袭下来的这种规模性的族群迫害的一个变种而已。这种模式啊，它曾经在毛泽东时代是大行其道，在邓江湖时代呢，它就转入了比较秘密的去实施，然后现在到了习近平时代，他又再度以防疫的名义，带着一个为大家舍小家的这么一个光环，是公开的、合法的借尸还魂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模式之下，没有谁是安全的，每一个人你都随时可能因为党的不同的需要，就把你视为代价，从而被清零掉。所以看清了这一点，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美欧的这个与病毒共存的防疫模式，我想可能朋友们就会有不一样的理解了。为什么美欧有那么多的人一直都在抗议政府进行强制性的疫苗呢？他们不是说他们不是那种不懂常识、不懂科学的文盲，他们呢并不是反对疫苗的本身，他们只是反对政府强制进行疫苗的这种侵犯人权的行为。为什么呢？因为啊，很多事情我们都知道，它就是这样的。一旦你开了先例，这个政府的权力它可能就会无限的膨胀。今天啊，它可以以这个名义来强制疫苗，明天它就可以以那个名义去强制对你进行隔离关押，后天它就真的有可能会重演那个水晶之夜了。这就是为什么美欧这么多的民主国家根本无法去抄中共作业的深层次的原因所在。这些国家啊，他们无论是从宪法到它的文化习俗，无论是从官员还是到民间，都有很多的力量，很多的人在防止政府啊开这个先例，防止政府越过这根最后的底线。所以这个就是美欧的防疫模式，它与中共的防疫模式的最根本的区别所在。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医学问题，而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政治问题。我想可能身在美国的很多的朋友啊都会有体会，就是尽管看到美国创下了一天过100万的这么一个很吓人的感染记录，但是其实呢，绝大多数人几乎都没有什么感觉，仍然是该干嘛干嘛。整个社会呢，它依然是有序的在运转，并没有出现任何这种人群的恐慌啊，或者说是动乱等等。也就是说呢，各国民众其实真正面对的呢，更多的是面对的是猛虎，是面对的天灾，而中国民众所面对的呢，它更多的是苛政，是人祸。即便啊，我们从这个单纯的这个医学角度上来看，与病毒共存和那个一刀切的清零这两种防疫模式，它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可以说它是胜负未分的。因为采取前者的模式的呢，它的感染数量肯定是会更高的，因为它的防疫的思路就是要通过与病毒的共存来获取一个群体的免疫嘛，从而真正的获得一种免疫的屏障。而后者它虽然暂时在数据上看上去是比较好看，但是呢，我们都知道，由于国产疫苗的失败，以及这种清零政策，它造成人群的抗体是严重不足。那么在未来的疫情中啊，它将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风险。且不说啊，这种反复的封城的措施，它究竟能够坚持多久？这个模式的防线啊，它一旦在某种新的变异的毒株之中被攻破，那么一个经过了多轮升级的强大的毒株，它来面对的一个几乎没有抗体存在的人群，在这种时候它会发生什么样的画面呢？那个时候啊，它才是这两种模式真正分出高下的时候。我们看到啊，现在西安每天的这个新增病例只不过才达到了3位数，它就已经扛不住这种封城在管控民生还有医疗支持等等各个方面的压力，所以不得不对这些密接人群全部都去转移去清零。这个它事实上就已经是等于宣告了封城模式的失败了。因为道理很简单嘛，封城的原始的初衷就是要把这些风险人员是不能够让他外流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中共的做法是反过来了，
他被迫的专门把这些风险人员让他全部都外流分流到周边去，这不说明封城的政策本身是失败的吗？如果说在未来这个西安啊，它要是出现了日增4位数、5位数，达到这种级别的新增病例，那么在那个时候，中共它还能做到把一半的城市的人口全部都给转移到周边去进行清零吗？如果说有多个的城市啊，它都在同一时间段内爆发了疫情，那么中共它还能做到把哪怕是半个中国都转移到农村去进行清零吗？不要以为这样的事情啊，它不会发生。我们看到啊，现在河南的疫情它不是突然之间就升温了吗？几天的时间之内，至少是6个城市又进入到了封城或者是半封城的状态。这个就是我们此前有说过的，就是摁下葫芦呢，那边冒起瓢。这种清零模式呢，它就有点像大禹的父亲鲧治水的这种模式，就是一味的绝对化的封堵啊，它虽然看起来可以暂时获得安全，但是一旦封不住溃坝了，那可就是灭顶之灾。也就是说呢，这场防疫模式的比拼啊，它其实是万米长跑，而不是那个100米冲刺。因为这个病毒它显然是要将与人类长期共存的，新的变异的毒株肯定还会不断的出现，谁能够坚持到最后的终点，谁才是真正的赢家。当然就是美欧啊这种与病毒共存模式呢，它并不一定说就是最好的模式，它同样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至少在当前啊，这种疫苗的作用有限，同时呢又缺乏特效治疗药物的这么一个背景之下呢，这是一条相对来说更符合客观现实的实用的路线。就像那个张文宏医生他所说的，说欧美呢它是医学抗疫，而中共实质上它是行政手段在抗疫，谁更符合科学更能持久，恐怕还真的是不好说的。好的，最后呢，我们来简单的说一说栗战书的事情。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注意到了，就是栗战书呢，他缺席了去年12月31号的全国政协举行的一个新年茶话会。这个会呢，它是中共每年在新年前的一个固定动作。按照惯例呢，它是需要中共政治局的常委全员出席的。栗战书呢，他在3天之前的12月28号，他都还有出现在新闻联播的新闻画面之中。所以呢，他在3天以后突然缺席了这个茶话会呢，他当然就引起了高度的关注和很多的猜测了。鉴于这个栗战书呢，它是众所周知嘛，是习近平的铁杆心腹，所以呢，此前呢，普遍呢大家都猜测他可能是不是健康的原因，所以不得不缺席了这个理应是必须出席的会议。但是呢，在昨天，纽约作家毕汝协呢，他是有再次的爆料，说这个栗战书的缺席是因为他在贵州当省委书记期间的贪腐案发了，被反习势力给拿到了确凿的证据，并且同时都送到了其余的6个常委的办公室去，导致呢习近平就无法护短了，所以只能够挥泪斩马谡。而这个背后的操盘手呢，据说就是王岐山。那么这位毕汝协呢，可能有些朋友都还有印象，他就是上一次首先爆料刘亚洲被抓的这个人。刘亚洲的出事呢，我们现在回过头看起来他应该是比较靠谱的，所以这一次毕汝协爆料栗战书呢，他自然也就受到了相应的关注。这个爆料啊，在目前当然他也是无法得到证实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要来提到这个事情呢？这是因为啊，毕汝协爆料栗战书出事儿呢，实际上是因为说他帮助他的女儿女婿坑了一个企业家。这个与2017年的南华早报爆料这个栗战书的女儿栗前欣，还有他的女婿叫做蔡华波嘛，爆料他们的财富密码，它是相似的，都是女儿女婿出事儿牵连到了栗战书。此外呢，这一次栗战书诡异的突然缺席这个新年茶话会，它的确也可以说是极其反常的事件呢。究其原因呢，身体上的出事与政治上的出事，它是二者必居其一。
所以呢，毕汝协的这个爆料呢，对我们来说，它至少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我们单单从这个爆料内容本身来看啊，就是利用习近平这种高压反腐的态势，来让他砍掉自己的左膀右臂，这个可以说是最高效的借刀杀人。而且呢，还可以同时把这把火呢烧到习近平曾经最得力的盟友王岐山的身上，让习阵营去自相残杀。这种狠辣的手段呢，它大概率可能又是那个曾庆红的筹划了。因为曾庆红所控制的南华早报呢，在此前他就是想用追打栗乾兴来阻止栗战书入常的，在这一方面，他可以说是有先发的信息优势的。至于说栗战书这一次，无论他是属于身体原因还是政治原因，他究竟能否平安的过关，那么我们当然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观察了。我们只是可以肯定一点，今年这个20大呀，恐怕会有很多的大戏让我们看个够。希望朋友们多多的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一起来看这场戏。好的，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了，谢谢各位的观看和收听，我们下次再见。